Hello，大家好，我是阔。这个周末呢，也是就是马不停蹄的，把整个前轴所需要的所有零件也都建模完成了。那上一周我是完成了后轴，还有车架跟车架中间的连接件嘛。那这个周末呢，我是把前轴所有的零件也都给它制作完成了。在制作这个前轴的时候呢，其实步骤是跟后轴很相似，因为这两个零件其实本体上看起来是蛮像的，但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区别。那前轴跟后轴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前轴多了这个转向的系统，所以它就是会比后轴多两个零件出来哦。那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也是一样，从这个轴的中间呢开始来制作，然后也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它抠出来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是官方的网站，可以看到它这个零件的样子啊。那我也就是照着这些图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建模啊。不敢说跟他做的跟他做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像了。那至于尺寸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手上真的没有实物，就是我没有真正的食品在手上可以去做测量。如果有这些实物在手上让我去做测量的话，我相信可以做的就是更精准一点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就是透过之前也说过，透过很多车上的一些不管是培林的大小的孔径，或者是螺丝的孔径，然后甚至是如果有那个官方提供全车的图片啊，因为我知道它的轴距嘛，也就是透过这些线索，一步一步的去把各方面的尺寸都给它估算出来。虽然不敢说是超级准，但是应该也8、9不离10哦。那就是说，当这些零件都建模出来完成之后呢，可以在组合的时候去做一些印证，因为其实蛮多零件是要互相配合的嘛，所以当在组合的时候就知道哦，可能哪边长了，或是哪边短了，哪边的角度可能要再大一点哦。那也就是这样子，透过这些很零碎的信息，一步一步的呢，就把这些零件给它慢慢的建模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轴这个是前轴呢，跟后轴其实我制作的步骤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就是在一些细节上它还是会有不同啊。这边也是一样，挖了这个准备放齿轮的这个孔啊。那这就是我们前轴的主体。那再来呢，就是说到了这个跟后轴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我叫它叫 C hub，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称呼它，叫 C hub 啊。因为以前玩遥控车这个零件，包装上面写的称呼就叫 C hub。那它这个零件呢是有分左右的，就是它是左右对称的。但是呢，因为我说了，它这个零件是虽然它是左右对称，方向不一样，但是其实它是一样的结构，就是方向不一样。所以在制作完一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近射零件的方式，把它近射到另外一边哦。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去把这些特征去给它做出来。那这些角度呢，也就是透过我可以得到的照片，然后去大概抓一下可能是这个角度。因为其实在抓这些角度的时候，我们常玩遥控车就会知道合不合理哦。对，这就是这个部件，大家也可以看看它网上的图片哦。就是这个零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它这个就是所谓的前轴负责转向的这个 C hub。对，
那也就是这样，透过现有的这些照片，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些零件给它建模出来。那再来就是一个这个是前轴的一个直轴的外套嘛，就是套在前轴上面嘛。那这个零件也是有分左右的，左右也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是非常沉迷于在做这些建模的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些都是一个很小的零件，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有一种美感。我是深深的被这些机械的或是这些结构的零件去吸引了，所以就是一碰到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其实我以前不是学3D 的，我以前学的跟这种3D 建模或是工程或是遥控车车类的结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以前学的是行销，对啊，我是学行销出身的，就是学市场分析、行销什么，对啊，所以完全是跟这个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对车类或是机械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就是小时候就会家里面只要有东西可以拆的，我基本上都拆过了，什么电视啊、音响啊、洗衣机啊、脚踏车啊什么的，就是在家里面的东西都被我拆过。那很多时候是拆了之后装不回去但是 anyway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样，就是从小了培养我对这种机械结构类的一些怎么说呢，一种感觉吧。那很多时候其实我大概看一下，我就可能大概会知道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那个地方是要做什么的那这是它的另外一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结构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就是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会有左右之分会不一样那一样就是透过你看这些孔的大小，其实就是根据轴承的大小，这肯定就是轴承的外径嘛。然后透过这些来分析它的角度啊，或是它的尺寸，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把这个零件给它建模出来。那我觉得在这个建模的过程中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拿到一个东西，你会觉得哇，它的，比方说就拿个比方，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么复杂？这我到底要从何下手？我要怎么开始来做这个建模呢？就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那当然在有图纸的情况下就不一样，因为有图纸的话，你就是照着图纸来做。可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凭着一些照片或是网上的一些资料来做建模。我觉得我的方法是这样，就当我看到一个这么复杂的零件的时候，其实你看它每个零件其实都蛮复杂的。但是我看到这个零件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会分析，我就会用减去法。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去掉，把这个去掉，其实你就会发现它最开始，它就是从一个圆饼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特征给长出来那可能我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会觉得很笨吧，但是对我来说呢，我也知道很慢，因为我常常就是做一个这个建模，像这个我可能要花3-4个小时，可能甚至更久才能把它整个做出来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时间过得很长，因为其实在做这个建模的时候，对我来说像在玩游戏一样，我就是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它，我也没有说明书，但是就是凭着自己对形状啊或是结构的一些理解，然后慢慢的把它们拼凑出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在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解压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挑战，我觉得很好玩，像玩游戏一样，然后像是一个解谜的游戏。你看到这个零件，可以想说，可能要先把这个管、这个圆，然后这个管子长出来，
然后我要去把这个洞挖穿，然后再把这个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那这个是我们前轴的盖子，前轴的盖子其实跟后轴的盖子非常非常的像，只是在一些连接件的地方它会不一样。像这些其实都是要配合前轴主体上的一些孔位来做的一些设计。那我也觉得就是在制作这些建模的过程，我就更觉得当时最开始设计的这个人啊，他那个想法真的是精妙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水准吧，就是可以从0到5自己完全设计出来了。我承认，就是我还没有到那种水准，而且我觉得差得远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肯定想的非常非常的多，或者我也不知道，或者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想很多，因为他可能与生就有这种天赋，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能设计出这些形状的人真的是天才，因为他们怎么可以想出这些形状，然后把它设计出来呢？然后还可以就是运作的这么顺畅，这么合理啊！就这些人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达成，就是有这种设计的能力。当然我目前是没有的，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虽然我没有这种天赋，但是我可以透过我后天不断的努力学习，或是做多了就会有经验嘛。然后看能不能有一天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准哦。好，以上就是这个前轴所需要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这些零件哦。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组合件里面去把这些零件给它组合起来哦。